今天来做个老上海的味道，你们猜猜是什么？猜对有奖哦！先和一块面，中筋面粉里加盐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倒入开水，就是很烫的开水，搅拌成絮状。再倒入凉水，这就是半汤面。然后再倒入油，就可以下手揉了，给它揉成面团儿。刚开始可能不会太光滑，这个面要和得稍微软一点，盖上松弛20分钟。趁着这个时候，把香葱洗干净给切了，葱白可以单切出来炸葱油用。其他的部分给它切成葱末，切好以后放在一旁备用。这个时候把面再揉一下，给它揉到表面光滑就可以了。揉好以后，表面抹一点油滋润着它，这样它就不会干了。然后要继续再松弛，我觉得至少要1小时吧。松弛的时间太短的话，它回弹的会比较厉害，到时候包的时候就不好包了。接下来再做一个油酥，面粉里加盐拌匀，然后把葱白和油放在一起，开中火加热。你要是不想放葱白也可以，直接把油加热就行了。炸到葱有点焦了，这个油里边都是葱香味了，就可以捞出来了。然后把热油倒在面粉里，拌匀就好了。如果你想让这个葱油更有味儿的话，还可以再加点13香或者5香粉或者花椒粉之类的。放在一旁备用。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材料就是猪板油，我是把这个猪板油洗干净，然后用绞肉机绞了一下。因为今天做的是老上海味道的葱油饼，里边一定会加猪板油的，这样这个葱油饼吃起来才会特别的香。要是想在家复刻这个上海味道的葱油饼，那这个猪板油一定是不能省略的。然后就是葱油饼嘛，葱一定要准备多多的，要多放很多葱。面松弛好以后，就给它平分成8份或者10份都行。我是分成了8份，我觉得有点大了。其实我觉得分10份比较合适。分割好以后，就给它直接卷成圆柱形。然后要松弛30分钟再整形。整形的时候就直接给它拍扁。不需要给它拍得很薄，拍扁就可以了。然后抹上一层油酥，可以多抹一点。这个是我第一次整的，还有所保留，抹的少了一点。再放上一大块猪板油，然后再放好多的葱。把葱放到这个面一半的地方就可以了，然后就可以给它包起来了。看一下这个手法，这是我第一次包这个上海的葱油饼。我觉得只要面松弛到位了，其实还挺好包的。我觉得包这个的原则就是把漏葱的地方都给它包上就可以了。第一下是先对折，把大部分的葱包上，然后把两边没有封口的地方都往里折进来，然后一边包一边轻轻地拉这个面，给它拉得稍微长一点，这样可以层数更多。适当的时候可以旋转这个头，把破口处都包进去。包完再按扁，刚开始包完的时候不会按得很扁的，因为它非常紧，还要再松弛，给它放在一旁松弛。可以再从侧面看一下，我这个手法也不是专业的，但是只要把葱都包上就行了，只要最后煎的时候它不会散开就没问题。基本上这样包都不会散开的。
再换个角度。起火，给它盖上，再松弛20分钟再煎。热锅的时候，同时把烤箱打开，上下火230度，把这个面胚按扁，也可以用擀面杖擀。我看了一下网上卖葱油饼的视频，他们是直接放进去，然后拿那个像烙铁一样的东西，一边煎一边按扁的。但是家里没有这个东西，那就只能先按扁再煎了。锅里稍微多放一点油，然后把饼胚放进去，给它煎熟就可以了。我是刚开始加热的时候用的中小火，然后饼胚放进去以后调的小火，底面上色了以后就要马上翻面。我这个饼不是特别的薄，我给它再按一按。你们知道烙饼或者煎这种饼应该什么时候翻面吗？就是上色了就翻面。原则就是不要让表面煎糊了。比如今天我这个火大了，那我就要勤翻面，因为我不勤翻面的话，表面就会糊。如果我火小的话，那就上色了再翻面。像我今天一开始煎它就火大了，刚放进去也就1分钟吧，底部就上色了，那我就要赶快翻面了。翻过来以后，底部又上了金黄的颜色了，那我就要再翻。反正总之就是不要让每一面煎的时间太长，给它煎糊了。然后怎么知道它熟没熟呢？就用铲子按它，看这个中间用铲子按它不会回弹，那就还没熟。再煎一会儿，再煎一会儿，按它的时候，你看它整个就鼓起来了，这就熟了。捞出来放在烤架上，然后给它放到烤箱中层，上下火230度，每面烤2分钟。可以开热风，如果有热风功能的话，可以开一下热风，它会更酥脆。2分钟以后再翻一下面，再烤2分钟。好啦，出锅啦！来听听这个声音吧，巨酥脆。真的外脆内软，里边还能看到分层，然后超多的葱，特别香，完全吃不到猪油的腥味，只会觉得非常的香。做法我觉得也不太难，感兴趣的话你们就试试吧。那今天就到这里啦，喜欢的话就帮我点个赞吧。